日本想要吃上一碗跟动画里一样的拉面有多难，但恰好就是有这样的店。每个月只能约一次，他家的面都是从太空运过来的吗？凭什么区一个拉面店可以拉到这种排面？又到了吃拉面的日子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阿基。今天我们要去的这家店，可能是我今年吃过最好吃的拉面了。虽然我真的很不爽这种预约制，但我还是会想，如果我娶了姐夫的姐姐，那我的姐夫也要叫我姐夫吗？日本是真的很喜欢排队。他家没有在那种很繁华的商业区，门口就写了完全预约制。还有个菜，一家的。所以我第一次想用美的来形容一碗面，摆盘非常讲究，肥肥糯糯的鸡肉，粉粉嫩嫩的鸭肉叉烧，还有几颗馄饨。他家有盐和酱油两种味道，我这碗就是酱油的，表面上浮了那层油真的很好看，因为它的汤用的是博多地鸡和北海道海带熬制的，所以喝起来鲜中带甜，油腻味也不是很重。这汤真的绝了！就这种面条它会比较爽口，口感也很柔软，而且它真的自带一股小麦的香气，还很能挂汤。师傅甩面的动作和那个步骤都和普通拉面店不一样。它那个馄饨里面塞了一些柚子，所以吃起来还有一丝丝的果香。它那个鸭肉非常的软，甚至会有一种梅菜扣肉的感觉。猪肉叉烧我喜欢把它泡在汤里，因为热汤会让那个油脂更好吃。真的第一口猪肉，它家里面就是你看起来非常的清淡，但是吃起来会有一种很复杂的油香，因为里面的肉都是烟熏过的，所以泡过肉的汤也会有一种烟熏的味道，它像是野味儿。而且这里面的鸡肉全是低温熟成的鸡肉。我还特别想夸一下这个鸡肉，嚼下去没什么齿感，它像鸡胸肉，也像鸡腿肉。它那个鸡肉好好吃啊，跟果冻一样。而且这个叉烧真的超级满足。我甚至还单点了一份叉烧，而且当你吃到后面，你会发现汤底的下面它其实是有很浓的菌菇味的，所以慢慢的我也明白了为什么他家这么装逼是预约制，可能因为这个汤真的很难调吧，每一碗面都很复杂。阿基推荐指数8.5分，打样。日本和牛身上最贵的那块里脊肉已经可以卖到普通牛肉价格的100倍，那为什么这么好的肉日本不出口呢？真的很无语，你装什么？又到了吃牛肉料理的日子。今天我们去的这家店终于不是烤肉了，他家是高级的和牛料理，用的也是每天泡温泉喝着中药长大的牛，感觉主打的是个生化的概念，但还是比海里的那些要安全。虽然这些牛活得比东京人还精致，但是最后还不是进我嘴里。又来到熟悉的麻布十番，经常会在这里偶遇日本明星，服务员会提前站在街上等你，然后把你领到楼下。这么高级，但是只有6个座位，菜单是放在信封里的，虽然很可爱，但是有点土。我们开始吧。第一道前菜就是各种小盘子，像是小时候玩的过家家，但是又很像过桥米线，就是一种想拿米其林但是没拿到，但还是要把仪式感做足的倔强。不是我今天怎么攻击性这么强啊？腼腆一点吧。它是一道可以自由组合的打牛肉，根据自己的喜好做好馅儿，放到饼干上，有一点像吃taco，过桥taco。就是当鱼子酱加上那个盘子的蛋黄之后，肉会变得更小香醇。每一道菜用的餐具和盘子完全都不一样。低温慢煮的和牛配着番茄的味道，像是吃火锅的时候的鸳鸯锅里的清汤锅，但是它有很多小心机，淡淡的牛油香味和柚子柠檬意外的很配。我现在感觉和牛跟什么食材都很配。这个小小的章鱼里面是包了馅儿的，像一个章鱼版的小饺子。里脊肉里面包的是芦笋，外形看起来有点像一个江浙菜，九转大肠。它下面那个酱是甜蒜酱，所以它更能把牛肉的味道激发出来。这家店虽然很高级，但就是上菜太慢了。一杯鸭汤就只有一杯鸭汤，高脚杯哎！第一次用这种方式喝鸭汤，好高级啊！它是有点辣卤鸭汤的感觉，但还是有脂肪的甜味。这是一个可爱的带着小熊图案的和牛三明治，它因为把黑松露做成了蓉，所以现在整个餐厅都是汽油的味道。它像是和牛三明治版的费列罗，里脊肉嚼起来就是很软弹。牛里脊真的太脆了。接下来是个甜品，黄油芝士蛋挞。他们家的盘子怎么这么好看？因为都是定制的，比这个菜的设计还好看。它外面那层像麦当劳甜筒的脆壳，但里面比较接近榛果巧克力的味道，又像是在吃水果塔。哇，这个菜很像是砂锅版的花椒鸡。这个就是当天一艘船里捕到最好的海胆，就会运到这个地方来。一勺下去，你都能感觉到满满的胶原蛋白，里面有一个很嫩的大块海胆。它是肉海胆，嚼起来像肉。汤底有点像西式版的土豆泥，像是鸡汤和鱼汤混合起来的味道，但是那个粘稠的胶感又很想捞妈蹄花，真的很炫。他用的这颗海胆感觉比北海道的海胆还好，所以它真的很贵。刚才的那一口海胆真的很惊艳，我第一次吃到脆的海胆。主菜用的是里脊肉最中间的那个部位，因为炭烤，所以在嘴巴里嚼的时候会有柴火的香味。你会感觉那个柴火味会把和牛更野性的那个味道激发出来。我发现好的牛里脊会有种特殊的口感，像是阳光玫瑰青提的那个感觉，外面嘎吱嘎吱的，但是里面又很嫩，骚骚的。我喜欢那个骚味。荔枝冰是用来清理口腔的，因为下个菜是碳水。它这个牛肉饭里面还加了鱼子，土锅煮的米饭真的最好吃了。刨饭的时候还能感觉得到鱼子在嘴巴里面爆破。跳跳糖和牛饭吃到一半会往饭里面泡茶，比较传统的日本吃法，但它那个茶闻起来有点像兰州拉面的汤底。最后是一碗迷你冰粉和冰淇淋，吃完之后还会给你做一个小饭团，生怕你吃不饱，但是确实没吃饱。他们家真的很精致，吧台非常漂亮，很适合约会。阿基推荐指数7.5分。#内敛。日本秋叶原的旁边有这么一家店，一家很异类的拉面店，好辣，但它从早到晚都在排队，就是鬼金棒。很多来日本的朋友可能吃过，
他们家真的很辣，就是伊兰的那个20倍辣，在他面前可能就是微辣。还有营销号说它是全世界最辣拉面，我说啊，无语。所以我们今天就来挑战一下，为什么2023年了还有人挑战这种东西？没话说，可以不更新。糟了，他家有很多分店，但我们来的是本店，真的很多老外。那其实我们也是老外，我从来没点过加辣版，今天就挑战这个。他们家真的是非常的挤，巨挤无比挤，店里有点千与千寻开场那个意思了，整整齐齐一起缩面，我感觉我们都要来了。它上面的那一瞬间，还有点漫画照进现实的感觉。红2块叉烧，无论放在什么店都是相当炸裂的存在。他家的豆芽和料都是现炒的，主要他就是在我面前炒。这是我旁边美女点的致死量的香菜。成都人只要看到这种红油色啊，他的唾液会不停的分泌。有些人吃面是先喝汤，有些人是先吃面。我先吃玉米笋，你拍短视频的就知道跟别人不一样是吧？好辣，就算再辣，我们也要吃一口汤。我感觉我喝了一口辣椒粉，拉面很粗，再加上汤底很浓稠，所以它每一个面条都挂了很多汤。它那个粘稠的口感其实很像阆中的牛肉面。它是用豚骨和蔬菜一起炖的汤，所以这个汤就是又油又鲜，但是它肉很腻。来口叉烧吧，他家这个叉烧真的很极品，超级的软烂。那个瘦肉保留鲜味感的同时，肥肉的部分你甚至用不到牙齿，因为你嘴巴里的任何一个组织都可以把它挤碎。叉烧无比好吃，因为很辣，所以它真的很入味。不行，我感觉我的鼻涕就和那个布加拉斯瀑布一样。还好我们加了个饭，我才吃了2口，我现在嘴巴已经变成这个样子了。不要问我色号。他家的肉饭也很好吃，是一大块甜卤的叉烧，还是吃这个吧，压碎了有点像卤肉饭。他们家叉烧的调味真的很好，在他们家吃面真的很像吃新疆米粉，很辣但真的很上头，而且它那个黏糊的汤汁又很像东北老式那种麻辣烫。成都人最后的倔强，我的救星来了。对不起，我又在吃饭了，在汤里泡了一会儿的叉烧，每一口下去都能吃到辣汤的味道，辣汤和肥油会同时在你嘴巴里爆开，又让我想起了加了豆瓣的龙江猪脚饭。但我觉得加辣版的叉烧是真的很好吃，因为汤底真的很香，你用它来泡饭，人间美味。汤底的豚骨和蔬菜的香味会被米饭衬托出来，这是面条办不到的事儿。总之他们家真的很好吃，对得起这个名号。但是你不要作死，普通辣或者不加辣就可以了。阿基推荐指数8分。最后如果你也和我一样点加辣版，那我觉得这件事情真的太卡哇伊了。在日本待了4年，至今没有找到比国内肯德基好吃的汉堡。这一次回国本来准备了很多餐厅，结果走到肯德基门口我就不行了。哇！很早之前我就想挑战1日3餐都吃肯德基啊，没有人想看这种挑战。总而言之，小时候要拿奖状换的汉堡，今天我们终于可以随便吃了。你好，我在这儿直接点餐可以吗？我想要个那个芝士芝芝嫩牛堡。都说北上广深不相信爱情，但是可以相信汉堡。第一个点的是他们家的新品，它里面加的是车打芝士酱，揭开面包的那一瞬间，你就能闻到芝士浓郁的奶香味，真的不夸张。还是肯德基的味道是最香的，芝士都已经溢出来了，直接来吧。这一次里面是2片很厚的牛肉饼，再配上那种融化到流下来的芝士，这一口真的很有分量。哇，真的绝了！不是这种10块钱出头的汉堡，肉饼怎么这么嫩？它肉里全是汁水。这一次的肉饼可能是我在肯德基吃过最好的一次肉饼。一个汉堡根本不过瘾。这个是芝芝双层嫩牛汉堡，它这个有2种口味，一个是经典美式，一个是烟熏辣椒。这个也是双层肉饼，和刚才的一样，它的肉饼也是很嫩的那种。烟熏辣椒味感觉就是它虽然没加培根，但是里面有一股很香的培根味，像是木头烤过的味道。然后经典美式风味里面加的是番茄酱和黄芥末，我真的好喜欢它这个肉饼，所以我晚上又来了，我要来吃它这个3层的芝芝厚牛堡。它这个肉饼是用和牛或者安格斯牛肉做的，我在日本吃了那么多次和牛了，这个足足120克的厚做牛肉饼还是让我很惊讶。3层牛肉饼爆浆的油脂，加上培根的香气，还有酸黄瓜的脆爽，真材实料就是不一样。可能在日本100-200一个的汉堡吃多了，回国碰到肯德基这种连续7天全场牛堡立减10元的活动，真的想连续1周都吃汉堡。10块钱出头就能吃到多汁双层的牛肉汉堡，20块钱出头就能吃到和牛或者安格斯的厚牛堡，所以还是很羡慕北上广深的。不仅这7天能够12块吃到芝士芝芝的牛堡，而且以后还会常驻，随时都能吃到了。这次肯德基实是把性价比拿捏了。总的来说，这次的3个汉堡都很好吃，回国真爽。阿基推荐指数9分，卡哇伊。镰仓一个被很多人吹上天的地方，但是我一直很怀疑，它真的和动画里一样吗？想要去镰仓这个地方真的很简单，从东京坐电车过去只需要1个小时，而且路上的风景真的很日本，毕竟它的电车是在海边。到了差不多8点左右，老生常谈，早饭真的很重要。这是紧贴江之恋的一家餐厅，他们家有自己非常独特的吃法，但其实也不是很重要，重要的是景色。每一次列车开过来的时候，都感觉自己在印度啊，然后可以直接坐湘南单轨，主要是它很方便，它连接了镰仓的几个主要景点，比如镰仓大佛、镰仓宫，还有镰仓高校前。接着其实可以直接去江之岛，它其实还有另外一个名字叫猫猫岛，虽然岛上的猫咪数量难以确定，但是这儿的街道
到体院、咖啡馆都能看到，而且他们都不怕人。渴了可以来一根酸黄瓜，但为什么不直接喝水？岛上有很多这种茶屋，散步的时候来上一碗，真的很回血。现在的天气几乎每天都要涂防晒，但是不管男孩女孩，睡前一定要把防晒卸干净。特继续吃饭，要说镰仓我最喜欢的2家餐厅都在七里滨这个车站。第一家的蒜蓉牛排饭，我推荐每一个来镰仓的人都试一下。这家店很便宜，它的米饭是用牛油和蒜蓉酱一起炒的，所以每颗米饭都有很饱满的蒜香。坐在海边吃牛排盖饭是我未曾想过的体验。如果你想吃清淡一点，那就一定是海边的这家 Bilos 了。如果你是第一次吃他们家的 pancake， 你可能会很吃惊，它是怎么把蛋糕做到像棉花一样的口感，配上枫糖真的很好吃。但是镰仓其实还有很多好吃的，日落的时候餐厅外面的景色更好看，和朋友一起漫步在镰仓的海滩，感受涛声亲吻黄昏的天边，海风会安抚你所有的坏情绪。阿吉推荐指数8.5分，嘎位儿。